末日来袭，全球爆发诡异。我和幸存者们逃到一座小镇，但我万万没有想到，就在我们准备收集物资时，黑暗中一名诡异白衣剪刀女突然出现。危急关头，一个3米高的序列壮汉破墙而出，硬生生将她挡下。这时候我终于明白，为什么之前这个序列超凡对白衣女如此恐惧。魔鬼肌肉人挥舞拳头攻击白衣剪刀女，却被白衣剪刀女单手轻松接下来。然而这瘦弱的白衣剪刀女却有让人无法理解的超强力量。只见她捏着魔鬼肌肉人的拳头，就像是在捏面团。魔鬼肌肉人面露痛苦，身体在对方的狞笑声中微微弯曲。我当时不知道怎么想的，抬起手弩对准白衣剪刀女就是一剑。剑矢虽然没有给白衣剪刀女造成伤害，却意外让我白嫖了200杀戮点。然而还不等我高兴，剪刀女怒吼一声冲我跑来。好在此时魔鬼肌肉人动了，只见他一拳狠狠轰向白衣剪刀女的面门。但令我万万没有想到的是，白衣剪刀女非但没有半分动摇，相反，她还把魔鬼肌肉人甩出去，巨大的身体撞飞了无数货架。这就是诡异，就连号称人类奇迹的序列超凡，在白衣剪刀女面前就只是一个布娃娃。不过，那个庞大的身体从倒塌的货架之中跳出来，再次冲向白衣剪刀女，她就像打不死的小强，竟然一点事儿都没有。既然她这样都不跑，那好，你不跑，我跑。趁这个傻大个和白衣剪刀女大战的时候，我背起背包撒丫子狂奔。可谁知下一刻，那个熟悉诡异的童音在我耳边响起。却见一个苍白孩子就那么抓住我的裤脚。就在我心生绝望的时候，突然看到货架地面上倒了一地的糖果，我连忙抓起几颗糖递过去。纸裤童一愣，似乎没想到我竟然真的能拿出糖来。他有心不想去接，但似乎是有某种规则让其不得不接过我的糖。而我趁着纸裤童接过糖的时候，快速跑向商超门口，周围全是哭爹喊娘的幸存者。我回头看了一眼，那纸裤童正在包糖衣，而远处那个魔鬼肌肉人再次被打飞，但很快又冲向了剪刀女。直到我重新站在阳光下面的时候，这才有种重回人间的感觉。而商超里面还在传来尖叫声和惊恐的呼喊声，周围鬼影重重，很多幸存者跑着跑着就被诡异的身影再次拉入黑暗之中。整个杏花镇的诡异都被人群吸引过来，唯有阳光才是最安全的区域。我一屁股坐在车上，将带出来的2包东西也顺手丢进了车斗。就在这时候，突然听到一个很不友善的女声传来：陈野，你想做什么？想抢我们的车子不成？却见瑜伽裤女佳佳和健身教练强子2人扛着2个包裹站在不远处。我一句话没说，而是直接将手弩上弦，一道弩箭划过眼前，直接刺穿了强子。你射杀了你的敌人，你获得杀戮值加1000。我微微一愣，没想到杀人也能获得杀戮值。于是我再次抬起手弩，瑜伽裤女吓得尖叫一声，转头就要跑回去超市。相比起诡异，此刻的我才是她心中的噩梦。只可惜还不等我出手，就听到这女人的尖叫声再次传来。此时的女人脸上全是惊恐，而在女人身后站着一个衣衫褴褛的人影。就在女人即将逃到阳光下面的时候，那衣衫褴褛的人影一把抓住女人的头发，将女人拖回黑暗之中。此时周围已经有不少刚逃出来的幸存者，这些人都慌乱地将物资放上自己的车，转身就逃。而我也站起来蹬着3轮车就跑，走之前也没忘把那2个包裹捡起来丢进车里。就在所有人争分夺秒的逃命时，屋顶之上突然划过一个白影，我只是往上面扫了一眼，却发现一个卑贱的少女，她就像是传说中的剑客一样，朝着我相反的方向逆行而来，目标是我身后打斗的商超。在末世，只有序列超凡才可以和诡异抗衡，可我顾不了那么多，一口气冲过镇子口的门楼，但很快就被一大群人围了上来。他们见我就问东问西，可我懒得搭理他们。这些人大多数都是女人，在末日之中，老人和孩子的体力相对较差，因此在遇到诡异的时候很难逃走，反而是成年女性，虽然体力和身体素质比成年男性差，可他们更加容易活下来。而就在这时，一辆改装越野车上下来一个男子，男子打扮有些怪异，他身披连帽卫衣，腿穿宽松束脚裤，但是脚上却没有穿鞋子。此刻他弯腰从地上抓起一把沙土，就那么丢进嘴里尝了尝。随即男子脸色一变，大声说道：快走，再不走就晚了。